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大家看到社长身后的这个景色了没有啊？今天啊，社长来到了京都的旅游胜地岚山，准备当一次导游，带大家来一个岚山景区一日游。走，我们出发吧。 这个岚山景区啊，位于京都市的西郊，以渡月桥为中心，就是社长现在站的这个桥上。周边啊，分布了众多的这个神社啊、寺庙，自然风光优美。自平安时代以来呢，就是京都的这个公卿贵族们最爱来的游览胜地。其名称啊，也经常出现在《源氏物语》啊等这些古典的文学作品当中。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最能代表岚山的景点渡月桥，也是大家来到岚山必打卡的地方。最初的渡月桥是修建于9世纪，后来呢多次被河流冲毁，而现在重建的这座呢，则是在1934年完工，距今呢也有90年的历史了。渡月桥啊是架设在岚山大雁川之上的桥梁，以渡月桥为分界呢，上游叫做宝金川，下游叫做贵川。 相传啊，龟山天皇在此看到桥面上空的月亮啊缓缓移动的这个景致，而涌出了似满月过桥般的诗句，渡月桥便以此得名。你可能会好奇啊，这看上去古色古香的木桥怎么还能跑汽车呢？其实啊，尽管桥体看上去是木造的，但是桥墩啊、横梁啊都是钢筋混凝土制成的，仅有这个栏杆的部分啊采用了桂木，保留了昔日的模样。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啊？当你站在这个桥上看这个四周的风景的时候啊，视野特别好。没错啊，京都市政府呢，当年在重建渡月桥的时候呢，为了融入周围复古的景致啊，竟然没有安装高高的路灯。但后来啊，可能大家觉得晚上摸黑过桥实在是不安全，要求安装路灯的呼声呢也越来越高。京都市政府啊，才在2004年妥协地安上了这2排这个矮的路灯。 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啊，晚上可能就知道了，它会发光。京都市政府为了维护这个古都的风貌啊，也真是煞费苦心啊。来到岚山啊，一定要去乘坐一下这个小船，看一下两岸的风光，特别美。社长现在要去坐船了。风光明媚的岚山，还是一处可以动态欣赏季节变化的地方。春天樱花盛开时呢，林木茂密的山上会染上粉红的色调；秋天枫叶变红，则会转换成一片火红的艳丽秋色；冬天下雪的时候啊，又如同一幅清丽的水墨山水画。 这个岚山啊，有很多打卡的地方，像渡月桥啊、小船上啊、小竹林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打卡点，是一个在河边的小咖啡馆。我的同事正在帮我去买。哎呀，我的同事把咖啡给我买好了，这个应该是京都的特色吧，都是带这种抹茶 色调的，没有要那个原味的。这个咖啡店的名字叫阿拉比卡，是英文的阿拉比卡，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它的 logo 百分比号，你看，喝着咖啡，欣赏着蓝山的风景啊，太享受了。静静地眺望蓝山的风景啊，聆听水声、风声、树声、鸟声，完全置身于蓝山的这个大自然当中啊，自己也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对于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奢侈的放松和解压的方式。来到这儿之后，是真的不想工作，连拍摄都不想做，知道吗？社长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啊，是周恩来的纪念碑，在京都的岚山啊。周恩来年轻的时候啊，为了寻求救国的道理啊，曾经来到日本的京都留学。在一次游岚山的时候呢，他吟出了《雨中岚山》这首诗，就刻在这个碑上啊。20世纪70年代末呀，日本的有识之士啊，还有一些日中友好团体啊，他们发起筹建了这个周恩来诗碑的倡议，以纪念他为中日友好事业做的贡献。社长现在来到了岚山的这个小的商店街，有很多特色的小店，你逛累了以后可以过来喝咖啡啊，买东西啊。这个两排有这个花灯啊，你看这边写了，一共有600个，600根和服样式的花灯。我们现在来到了有着京都第一禅寺之称的天龙寺。岚山风景区啊，有着无数的景点，而天龙寺呢是其中唯一的世界遗产。日本的南北朝时代历应2年，南朝51岁的后醍醐天皇在这个奈良的吉野驾崩。当时啊，在京都创立室町幕府的第1代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呢，为了替后醍醐天皇祈求冥福啊，而下令孟窗国师修建这个天龙寺，至今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的室町幕府啊，参考中国南宋实行的寺院制度，在京都设立了五山10刹，而位于五山第1位的呢，就是这座天龙寺。在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啊，和京都的很多寺院一样，天龙寺呢也在数度的战争中未能避免战火的波及。如今啊，这个寺院内很多的建筑呢都是明治以及昭和时代重建的，唯一还残留着室町时代原貌的啊，就是社长现在要去逛的这个曹园池庭园。天龙寺的这个曹园池庭园啊，之所以声名远扬呢，要从它的开山住持孟窗国师开始说起。这个孟窗国师啊，他的原名叫孟窗书实，是经历了日本从镰仓时代到南北朝时代，再到室町时代3个时期的高僧，先后被7个皇帝啊封为了国师，也被称为呢7朝帝师。但是在今天啊，当我们提起孟窗国师的名字呢，更多是因为他建造的庭园。除了天龙寺的庭园，还有西方寺、南禅寺都是出自他之手。孟窗国师的造庭思想还影响了一大批的后来人，著名的这个金阁寺啊、银阁寺的庭园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的结果。建造天龙寺的曹园池庭园的时候啊，孟窗国师已经65岁。无论是从对禅的参悟，还是从造庭技术上来讲，这个庭园都可以视作是他的最高杰作。那么，这个建造于600多年前的庭园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禅意呢？曹园池庭园啊，是一个池泉回游式庭园。
这是在日本庭园中最常见的样式之一，以一个巨大的水池为中心，沿水池周围呢开辟出小路，人们漫步于其中观赏风景。在池中植树筑山，利用小岛、小桥和石组表现出各种景胜、传说和故事。曹原池庭园又作为禅庭的代表，在从前日本庭园原有的神仙蓬莱和极乐净土的理念之上，又加入了禅宗的价值观。庭园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禅的深长意味。曹原池庭园的另外一个备受称赞的看点在于它完美的运用了借景这一造型手法。社长稍微站在这个地方你就能看到后边的是这个蓝山和龟山，也融入到了这个庭园里边，仿佛呢就是它的一个部分，将雄伟的自然之美与人工之美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而且看得出来绝对不是这个误打误撞，一定是孟窗国师在建造庭园之际精心选择过的这个场景和角度，才达到了这种天衣无缝的效果，确实是大师之眼。孟窗国师跟人们谈论庭园的时候很多时候不直接使用庭园一词，而是称之为山水。他认为庭园就是一幅山水画，而山水没有得失，人心才有得失。人类总是斤斤计较得失，自然呢却是恒常不变的。将这个抽象的理念具象化为一个实景的，就是这个曹原池庭园。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蓝山有名的竹林小径，看看这绿意盎然又充满神秘感的氛围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蓝山一带有着许多竹林，散发着宁静之美。从平安时代开始就有贵族在此建造别墅、佛寺。低矮的这些柴草围篱的后边是那广阔无边的青青竹林，笔直的向上延伸仿佛是要把头顶的天空都覆盖了一般。既然来到了京都那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古典文学的最高峰，同时呢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而小说里的其中一个故事舞台就是在这1000年前的蓝山。就在这幽静的竹林深处隐藏了一座与《源氏物语》悠有渊源的古老神社——野宫神社，就是社长后边这个。这里边有一个地方是《源氏物语》的弦木之卷中光源氏与女友六条玉溪所别离的地方。小说里这段剧情描写的十分感人，所以呢，现在的野宫神社也成了一个求姻缘的圣地。这个野宫神社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个黑木鸟居。这是日本最古老的鸟居式样，它代表着神界与俗界的分界点，也是进入神明世界的结界。逛了一天社长也累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在蓝山的旅馆——古听君的潭山旅馆。我们进去休息一下。从天龙寺渡月桥步行过来也就10来分钟，就到了社长公司自己修建的这个厅屋风格的旅馆——潭山旅馆。这个名字的寓意呢，就是让我们在逛了一天优美的风景之后在这边侃一侃大山，聊聊天儿。晓风、暮雨、朝雪、夜晴呢，是我们这几个房间的名字。拂晓的清风，傍晚的微雨，清晨的大雪，夜晚的晴朗，这正是蓝山最美的瞬间。如果你正巧集齐了蓝山的这几个时刻那你可真是运气太棒了。想要彻底的体验蓝山独一无二的绝美景色社长的建议是不妨在这里住一晚，甚至是住1周住1个月也行，感受这些平安贵族是怎么样把蓝山当作度假地的风流之情，重温一下1000年前的京都时光。天马上就要黑了，这一夜社长不再是过客了，要住在自己建的厅屋里边，伴着这个木头的香气，
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风尘中，恍然如梦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市长要去泡澡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市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